大家好，今天出了黑寡妇的白制服，这件制服一看就是满满的香气，隔着荧幕就可以闻到它带来浓浓的香味哦，香，真香！光外形就吊打了黑制服一波，有没有？白色制服就是这么的性感，长头发我真的比较爱。那这件制服它到底跟黑制服差别在哪里哦？其实很大明显啊，就比如说光于制服的效果好了，这件制服它是属于说回避时有15%的几率可以回血，那一次是回了10%，而黑制服呢，它主要是在于说在 PVE 的部分多段打击伤害啦。那还有就是技能的话，技能主要是其实它 S1 没有变啊，那 S2 的话。其实也差不多。那 S3 的话，其实也是差不多，主要还是在 S4 啊。它 S4 是多了隐形的6秒，而且它这个 S4 跟二代黑寡妇，更正，二代寡妇的黑制服的 S3 是一样，S1 是一样的，就是它一样可以去攻击有着制空的敌人。那 S5 呢？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啦，我以为它全部技能都会大改特改，结果其实也是差不多啦，只是它的技能图示变成白制服的图示这样子而已。还有是它的 T1 被动啦，它的 T1 被动变成说这件制服是主打 PVP 的，因为它的回避是加25%，误攻是加5%。那黑制服是差别在于哪里？黑制服这真的是主打伤害了，它的 T1 被动是回避10%，跟误攻加了35%。所以两件制服比较起来哦，白制服真的是很明显，就是真的是在主打 PVP， 而黑制服是 PVE。这个差异就类似跟蜘蛛人离假日的制服一样哦，一件就是主打 PVP， 而另外一件是主打 PVE。好，那如果你真的要问我到底哪件会比较好，小孩子来做选择，我全都要，好吗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一样来看一下它的技能预览好了。目前看到的技能预览啊，我们一样看到的 S5哦，它 S5 一样是坐在直升机上面啊，一直的狙击着敌人。之前有这么明显吗？我记得之前的 S5 会把黑寡妇放在直升机上吗？是不是这次改版才会变这样子？因为你现在看一下黑寡妇，就是整个坐在直升机上面，一直去那个狙击对手，之前好像没有这么明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看 S4 的话 ，S4 就是他双枪发射的时候就开始隐形了，然后就一直去猛打了对方。那你要说能不能断呢？我是觉得不建议断啊。那他其他技能真的都跟黑制服差不多。那 S3 的话，其实也是。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说实在的，你要打 PVE 的话，到底技能会怎么放比较好哦？那很简单啊，就 S3 放了 buff 出来之后，就马上去 S4 了。那 S4 打完之后再去放 S5， 这样就是3C 4C S5 这样子接而已啦。其实你这3个阶就差不多一个循环了，因为 S4 的技能真的打很久，就看他一直打有没有，然后之后再放 S5、3C、S4、5。那如果你 T3 技满的话，我们就是放了个 S3 之后，再马上放 T3 技，我们这直接断掉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 T3 技是可以断的，因为你看你断了之后，它的直升机还是会炸下来哦。我们不用管它说，就不用说它 T3 技全程放完了啦，我们就直接断掉就好了。因为它痛的好，主要还是痛在后面的直升机啊，就是人家说的嘛，速度角的主要攻击武器都是直升機，因为你今天就算把它放到完好了啦，就差别在于说这个导弹的部分而已，还有就是后面这个直升机砸下来的爆炸。那我们今天如果断掉的话啦，它后面直升机一样是还会砸下来，很奇怪吧？我们这次再给它放一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
要放3C T3G 哦，3C 然后 T3G，那我就是再接 S4，大概就这样子，它的机器就是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真的要比较的话，我们就是来比较黑字符跟白字符。我们就看白字符在时间线的表现是如何。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是比较想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，因为很多人已经跟我说，今天已经有许多的玩家测试说这件白字符真的很猛。我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说明一下一个状况哦。会拍漫威未来之战的影片的玩家，说实在的，本身的账号的都有一定的强度，不管是卡片啊，或是自身角色的强化，都一定有一定的强度在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参考的玩家是哪位啦。其实你可以去参考他的卡片。如果说他今天的卡片的物攻是60-70或是70-80%的那一种攻击，说实在的，他今天用很多二线角，在时间线上的表现都不会太逊色，各位懂吗？所以不要想说，看人家玩好像觉得很厉害一样，那自己玩，好像不是那么的一回事哦。或是说你也要看他们是挑哪一种对手。如果你都是拿那种没有练满的，都是那种配置一半的那种。比如说秦格雷啊，或是萨诺斯啊，来去衬多他玩的这个角色的强。说实在的啦，公信力是有点大打折扣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他在时间线的表现吧。接下来直接进入重头戏啊！既然我的黑寡妇是满配置的，那我的对手当然是挑满配置的秦格雷。而满配置的秦格雷哪里有？那当然就是我们国度的成员啊。我们国度的成员基本上秦格雷一定都会装备着奥丁乌鲁，所以这样子打起来才会有参考性跟可看性啊。因为满装打满装嘛，不然你用满装去欺负那些没有满装的，然后再说这个角色很神，我是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啊，对吧？我这样说，各位应该觉得没错吧？那目前看下来，它的 AI 好像蛮聪明，因为它 AI 首先放的就是 S4， 然后 S4 放的就直接放 S5 了，真的还蛮聪明的啊。但你看，我们是不是一个空档就被我们成员的秦格雷给秒杀了？你要说他很神，我真的是觉得还好。你看，一个 S4 又被秒杀了，有没有？真的有很神，我打一个问号，你看又死掉了，真的是有点言过其实啊，真的，因为他的 S4 讲真的，他放的那种招式哦，比较没有像叶莲娜那么的顺啊，因为叶莲娜的 S3 真的是进入隐形是比较快的，而寡妇呢，他的 S4 是他要先射2枪，他才会进入隐形的状态。然后才会一直去攻击，但是他又没办法去做一个组合技，他一定就是技能要放完，比如说 S4 放完之后再接 S5，而叶莲娜呢，它是属于一个可以组合的，它就是5C、4C 隐形，然后再放 S1 4个技能放下去嘛，而寡妇它就是一次放一个技能这样子而已，啊，互射就死掉了，真是不小心。那现在这边挑的是时间线前几位的对手，讲真的，他们的配置基本上我是没有去看啊，但一定是比不上我国度的成员。不过寡妇打沙诺斯真的只有被这2位姐妹欺负的份而已，有点可怜啊。因为沙诺斯的招式他比较没有像秦的 S5 那么的顺发，然后你看。他打爆破秦格雷也没有像叶莲娜那么的快，有没有？各位应该看得很清楚吧？很明显嘛。我影片都拍给大家看了。我是真的觉得是没有那么的神，但讲实在的，这件制服的表现又好像又比黑寡妇那么的好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你2件制服要怎么挑哦？就比如说你要打你的黑寡妇，真的是要完全 PVE 的。那你就是买黑制服。
那如果说你会兼顾 PVP 的，那你就是买白制服。换一个方式讲啊，黑制服比较适合新手，而白制服比较适合老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新手比较需要有可以打 PVE 的角色，而老手呢，因为可能有些老手就是会打时间线、打占领战或是小队战争之类其他有的没的人，那他们也是会需要多一个牛棚去打架。这时候白制服就可以做一个选择。而目前看下来，我这边是采取一个手控的方式。你看还残血哦，各位。所以好啦，我现在这边又一样是挑我国度的成员，然后我是用手控的方式。你看 S5，没办法说一瞬间就直接秒掉秦格雷了，秒到秦格雷，对啊。不过打在天体身还蛮痛的，而现在这个是打沙诺斯，真的像切菜一样那是因为他没有放钢人啊，他没有放钢人的关系，而且我装的又是狂怒的 CTP， 因为我装狂怒的 CTP 的关系，所以他的伤害是真的蛮痛的。所以你今天你的黑寡妇你要走 PVE， 又想偶尔去打一下 PVP， 其实白制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它会隐形嘛，所以比较不会有那种被打到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真的是像这种速度角啊，我们就是要打一波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要打一波啦。所以小帮手一定都是放那个真伤小帮手，刚好模仿大师跟黑寡妇他们有那个队伍技。有那种队伍效果可以做搭配了，所以你就是可以放模仿大师了。胜率来讲的话，其实在以你满配置的黑寡妇对上满配置的，比如说秦格雷啊、沙诺斯那一种，胜率起码会有60%以上。这件制服的外形真的很香、很正、很漂亮、很亮眼。如果是外形控的话，这件制服真的是大推啦。但技能特效的部分的话，因为跟黑制服大同小异啦，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以为两件制服的技能会还蛮大的差异，结果是很微小。那伤害的部分呢，因为这件制服它主打的是 PVP， 所以伤害的话一定是比不过黑制服的。那保命的话，因为它多了隐形，那就差蛮多的，而且它回避时有几率回血。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啦，黑制服真的是比较适合新手去买，而白制服的话就比较适合中老手，因为白制服它就是可以兼顾嘛，你可以两用，可以 PVE 又可以 PVP， 而不像黑制服 PVP 真的就是比较弱势了一点。然后这么香的制服，谁不买呢？我一定会买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么香，以后还能见到这么香的制服吗？好。那以上就是黑寡妇冰雪白制服的评价及解析，谢谢各位收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及点点小铃铛。我是基友建华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姐姐哥哥拜拜，哇哈家。我爱这家好丑耶！好丑，在你好丑。妈。